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奥地利，其他的国家有什么反应呢？刨去本身就已经内乱不断的法国不说，早在希特勒给许圣尼格下最后通牒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整件事情完整的来龙去脉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是怎么说的。他说这只不过是两位政治家在协商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为了达成某些一致，其中一国做出的一些内部变动而已。况且从大局方面考虑，这些变动其实应该是值得期待的。而后面对纳粹德国完整的吞并了奥地利，张伯伦又是怎么说的？他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制止已经实际发生的事情，除非当初英国就直接选择武力介入。而后来当苏联建议要联合欧洲各国开会商讨如何阻止纳粹德国进一步去入侵别的国家的时候，张伯伦不仅态度冷淡，更是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直接公开拒绝了苏联人的提议。他认为苏联的这种做法只会构成拉帮结派的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不利于欧洲的团结以及和平。更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最后还宣布，当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进攻的时候，英国不会提供帮助，也不会在法国履行解法协议给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帮助的时候去支持法国。难怪希特勒会说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是战争贩子，因为跟丘吉尔相比，张伯伦简直把希特勒伺候的面面俱到，甚至让人认为很多的嫁衣就是张伯伦亲自为丘吉尔量身定制的。就比如说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在不久之前希特勒刚说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生活了300万的日耳曼同胞，他们的前途是德意志第三帝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现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他已经3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是对张伯伦突然递过来的嫁衣让希特勒觉得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早在1937年初夏的时候，纳粹德国就已经制定好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并且代号为绿色方案。在兵不血刃拿下奥地利之后，这个绿色方案也又变成了一项当务之急。而这个时候希特勒又犹豫了，因为绿色方案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是不必有理由和借口的突然袭击。而现在面对张伯伦递过来的嫁衣，说英国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进攻的时候提供帮助，希特勒反倒是突然变得要脸了起来，拒绝了直接的无理由进攻。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吃相也就太难看了，会引发世界舆论的反弹。所以他把绿色方案的指示改成了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的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又不能逐步摩擦，慢慢的升级冲突。因为那样一来的话，让捷克斯洛伐克有了防范，就不好进攻了。毕竟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也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被纳粹德国3面包围了。这个时候希特勒又想起了帕彭，倒不是说帕彭能有什么作用是想起当初准备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帕彭就是那个最初的计划，就是让纳粹分子去刺杀他，然后以此为借口直接出兵奥地利，只不过最后没用上。而现在这种套路倒是可以尝试用给捷克斯洛伐克。那这个时候英法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具体要做什么，但也都知道了纳粹德国已经把目光盯向了苏台德地区，盯向了捷克斯洛伐克，所以英法也都警觉了起来。只不过他们为此做的防范不是去施压柏林，反倒是去施压布拉格。他们要求布拉格给予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范围极广的让步，并且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一起敦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尽一切可能满足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的所有要求。这个苏台德地区怎么来的呢？又有那么多的日耳曼人，这也要从一战结束说起。一战的战败国除了一直在讲的德意志帝国之外，还有保加利亚王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战败之后呢，就解体了，分成了奥地利跟匈牙利。捷克就属于奥地利，斯洛伐克属于匈牙利。解体之后，这哥俩一合计，你看咱俩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差不多，要不咱俩凑合一块过得了。所以就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叫做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就属于捷克，而捷克之前又是奥地利的领土，所以自然也就属于奥地利。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本身就是日耳曼人，所以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整个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变成了奥地利的第一大民族。况且这个苏台德地区是跟德国接壤的，所以整个苏台德地区绝大部分都是日耳曼人。
虽然是一战战败才有的捷克斯洛伐克，但毕竟还是属于战败的一方。况且作为捷克斯洛伐克里的少数民族，那日耳曼人自然跟德国更能共情一些。所以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也就变得活跃了起来。况且希特勒还经常说要为他们的前途负责，所以这伙人就成立了一个德意志人党，其实也就是纳粹党，因为它的前身就是纳粹党的捷克分支。他们的领袖康德拉多次到柏林朝拜希特勒。从1935年开始，这伙纳粹分子就受到了德国纳粹党的秘密资助，没用多久就获得了大部分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的拥护。希特勒正发愁找不到合理的理由去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刚巧英法敦促布拉格方面要尽一切可能去满足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的要求，所以希特勒就跟康德拉讲，德意志人党应该不断地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去提出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与此同时呢，纳粹德国也会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去恐吓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再拉拢他们内部的其他少数民族一同对抗中央政府，利用所有的资源打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促使它崩溃。那这样一来就可以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屈服，或者从中找到发起进攻的理由。但是到了1938年的5月，态势急转直下。因为当时纳粹德国要进行例行的春季演习，所以部队有所调动，并不是要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进攻。只不过当时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所以捷克看到德国调动了部队，以为希特勒要准备动手了，于是在5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率先在国内发起了部分动员。他们不准备像奥地利那样不战而降，他们要跟纳粹德国拼一下。只不过希特勒是真的没准备这个时候对他们动手，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一举动还是彻底的惹怒了希特勒。希特勒觉得，对，是没错，我是想动你，但这个时候还真没准备动手。我只不过是因为要举行例行的演习，正常的调动部队，你还想来打一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行，满足你的要求，尔要战便战，刚好就拿这个事情来当理由了。于是对绿色方案提出了最新的指示，改成了在最近就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希特勒的决定，其中以陆军总参谋长费多尔·冯·伯克为首的一些军方的人就坚决反对。他在多次递交给希特勒的报告当中都明确地指出，从情报分析当中看来，并没有发觉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有任何的威胁，所以不赞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贸然的发起进攻必定会引起整个欧洲的反弹。但是这个时候反对已经无效了，只不过这帮人还是蛮有气节的，私下串联搞出了之后的9月密谋。但是这个9月密谋跟后来导致沙漠之后隆美尔自尽的那次密谋不是一件事儿。虽然主要的参与人员几乎都是同一拨人，比如后来的陆军元帅艾尔文·冯·维斯莱本，他当时还是第3军区的司令。他们秘密地联系了英国方面，告诉英国不要对希特勒有任何的妥协以及纵容，要直接明确地警告希特勒，只要他胆敢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则英法一定武装干预。并且他们向英国保证，在希特勒下令的那一刻，他们就立即武装逮捕希特勒。只不过张伯伦似乎对这些德国武将的建议跟警告并不认同，他认为只要满足了希特勒的要求，就可以避免把欧洲甚至英国直接拖入战争。毕竟残酷的一战才过去没有多少年，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于是张伯伦指示英国驻柏林大使干2件事：第一，就是向希特勒提出严肃的警告；第二，告诉希特勒他希望跟希特勒来一次私人的接触。与此同时，也不断的施压布拉格方面，他提醒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切记不要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贝奈斯没办法，因为他也很清楚，万一真的擦枪走火，英法随时都可能撒手不管，所以他召见了苏台德地区的领袖，并且告诉他，把他们想要的以书面形式列一份详细的清单，无论想要什么，中央政府都照单全收。那些纳粹分子很明显是没想到，
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突然来了这么大一个让步。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再达到惹是生非的目的了，所以就随便找了个理由，终止了跟中央政府的一切沟通，然后在纳粹党的挑唆下，在苏台德地区发起了一场叛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才平息了叛乱。那这样一来，英法就觉得布拉格方面的这一次镇压刚好就给了纳粹德国武装入侵的理由。于是在9月13日这天，法国内部紧急召开会议，商讨是否要履行解法协议，支援捷克斯洛伐克。没想到的是，开了一天的会，法国内部竟然没能达成一致。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则紧急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说鉴于目前日益紧张的局势，为了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他准备第二天就动身前往德国，并且以看起来近乎是乞求的语气询问希特勒最早什么时候可以见他，会面地点在哪里，希望希特勒尽快回复。希特勒看到张伯伦的电报，他高兴疯了，因为他明显是没想到张伯伦会把姿态放低的这么谦卑。于是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庄里接见了张伯伦。在这个地方，希特勒没多久之前接见当时还是奥地利总理的许什尼格，还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希特勒对着张伯伦滔滔不绝，大放厥词，不断的强调，无论用什么方法，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那300万日耳曼同胞都必须要重返德国，搞得张伯伦一度接不上话，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希特勒说。然后张伯伦冷不丁地反问了希特勒一句，既然元首阁下已经想好了，下定决心要以武力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干嘛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呢？希特勒可能也的确是不太习惯有人会回嘴了，所以面对张伯伦突如其来的反问，他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惊讶。而后他稍作平静，问出了最终目的。他问张伯伦，英国是否愿意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割让苏台德地区？张伯伦明显是有备而来，他并没有因为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而感到惊讶，反而是满意地对希特勒说，他们终于可以直截了当地谈论最核心的问题了。张伯伦告诉希特勒，就他个人来说，他是可以接受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只不过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回到伦敦通报给英国政府，以寻求英国政府的批准。可能是为了回报张伯伦的大气，希特勒对张伯伦承诺，在他们下一次会谈之前，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单方面改变现状。